嗨，大家好，我是老魏。最近呢，有人给我留言是说老魏啊，你经常在越南从这里跑到那儿去玩啊，去旅行啊，这个费用一定很贵，或者说你很有钱。其实，在越南待过的朋友都知道，在越南生活的话，消费水平真的很低，就是花不了太多的钱啊，就是你可以玩得很好，但是不用花太多的钱。也有很多国外的朋友想过来了解一下，越南的消费水平。那我老魏在这儿呢，给大家专门聊一聊越南的消费。越南它是一个贫富差距还是很大的一个国家，有钱人肯定是非常有钱，那穷的人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穷的，但是有钱人呢，他消费我们就不说了，对不对？那他是消费是自由的，到哪里消费都 OK 的。那为什么一些穷人呢？相对来说，在我们看来，就是收入没有那么高的一些所谓的穷人，他们为什么在越南可以四处旅行，可以生活得很幸福？我们今天聊聊这个话题。那首先呢，在我们看来，就是越南人的工资水平特别低，有很多越南的工人啊，平均薪资都在700万越南盾以下。700万越南盾相当于也就是$300吧，差不多2000块钱人民币那个样子。在我们看来是收入已经很低了，但是他们还要养家，还要生活，然后还有时间去旅行，还有这个能力去玩。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可以这样收入这么低还可以这么玩首先呢，越南是长在摩托车上的一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是用摩托车。摩托车呢，它是烧油的，它这个油耗非常非常低。也就是我跑100公里的话，我骑着摩托车跑100公里，可能油钱也就是20块人民币，7万越南盾，差不多也就是3个美金嘛，这个费用是非常低的。然后呢，就是越南的所有的景点收费都很低，能收费的景点都很低很多景点是不收费的。比如说寺庙，比如说政府的一些设置的一些公园，它是对老百姓是免费开放的。也有很多的就是咖啡店那做的跟这个景点是一样的。其实你去越南的很多咖啡店去喝一杯咖啡的话，就相当于去一个景点去玩了，对不对？那它这个费用就非常非常低点一杯咖啡这越南的咖啡最贵也就是6万吧，6万左右6万越南盾左右，也就是差不多20块钱人民币不到。对普通老百姓来讲，这个没有什么压力，很多人都能有这个能力的，很多人都有能力。那也有一些是比较赤贫的一些人，就是说他没有工作，但是他也可以活得很好我们今天也聊一聊这个话题。其实在越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真正意义上的穷人，他没有工作，然后在街头卖一些彩票一些残疾人在街头卖彩票甚至卖一些吃的，比如花生水果把水果给你切好削好来这样卖为什么他们可以活得很好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越南玩的话，就是或者在越南吃饭，在任何一个地方吃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卖彩票的，对吧？街头上很多人卖彩票，就是一张彩票1万越盾很多越南人会买，有的时候仅仅是觉得他那个人挺可怜的，就买他一张彩票，就帮一帮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在你吃饭的时候会向你推销一些花生水果这些东西。因为在中国的话，如果说你到一个饭店里去推荐这些东西，一定会被赶出来的，对不对？因为这个饭店你卖花生，我饭店也会卖花生，对不对？我饭店里会增加很多这个经营项目不让你到我这儿来卖。甚至有很多饭店把烟酒花生这个各种小零食都有，你在我这儿就 OK 了。那外来推销的一些人员是禁止入内的。那在越南呢，就是说这种餐厅它卖菜的，比如说餐厅它是不会卖这些，比如说水果和花生的它是把这些是留给那些最底层的一些人
来进行贩卖，他自己不去抢这些最底层老百姓的生意。我觉得这一点特别人性化，这充满了这个社会温暖的力量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让这些老百姓有一个饭吃，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越南你可以随处可以见到有地摊，而且越南的城管相对来说它不会赶人除非有一些特别重大的节日或者需要这条街道来进行管控的，不然的话，它是允许任何老百姓去上街摆摊的。而且呢，卖的东西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这种摊主小摊的摊主，他们走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个地方搞得干干净净的，真的是非常干净，很自觉的。这点我觉得让我很惊讶。所以越南的环境也非常卫生很多地方很难看到苍蝇。就是我们在西贡在胡志明市就基本上没有点过蚊香，也没有蚊子，很难见到苍蝇非常难以见到，就到处都很干净。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插一句题外话，就是说越南从南到北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公厕都是非常干净的，没有异味，里面真的非常干净越南人非常爱卫生，这一点确实是很厉害的。还有一块呢，就是因为越南的消费确实非常低。为什么消费会这么低呢？首先税收很便宜另外一点呢是很多越南老百姓他是不用交税的。你比如摆摊的，摆个地摊的，他从地里种的蔬菜水果拿出来卖的话，他是不用交税的。这一块就是越南政府呢也没有强制来课这些人的税，我看他们基本上都不交税的，所以税就很低。而且越南本身税率也很低只有10%的税。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看越南政府，其实它政府里面是没有多少钱的，很多老百姓是很富的。看起来越南这社会呢，给人感觉越南很穷。确实，胡志明市一个地铁修了很多年，越南政府一直财政上拿不出太多的钱。但因为越南政府没有向老百姓穷凶极恶的搜刮财富，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保障了那些最基本的最穷的一些人有尊严的活下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对吧？像那些没有保障的，其实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劳动，比如说卖一些彩票卖一些地摊，摆一些地摊摆一些这个小摊他也可以把自己养活了。因为在越南因为政府的税收低呢，相对来说物价就保证了很低，再加上越南人这种比较佛系的一些生活态度，就是使他们的这个生活成本相对来说就降到最低了。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讲，如何在越南生活的好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租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支出。住房支出呢，相对来说，因为根据它这个地理位置然后包括酒店的价格也是因为根据这个地理位置不一样，或者说根据这个装修的档次有区别。如果说你长期在越南生活的话，你根据你的消费能力找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你进行生活，无论你的收入高还是低你只要说你的心态好，在越南你都可以活得很舒服所以这就是我在越南生活了这几年，我对越南生活的一些看法对越南消费水平的一些看法。那如果说您在越南生活过，或者您想来越南生活你对这个越南的物价或者说消费水平有什么见解我们在这个评论区交流。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欣赏，祝您生活愉快，拜拜。